带着比自己大10岁的寡妇私奔，隐居深山50年，为了方便妻子下山，徒手凿出6000多级的爱情天梯，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爱情。这是发生在重庆江津大山里的真人真事儿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国江，他与妻子的故事还得从刘国江6岁的时候开始说起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爱情天梯的山脚下，穿过这个吊桥，然后从这边山上上去呢，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哈。这里呢，就是2位老人的一个塑像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慈祥的笑容。这里呢，就是爱情天梯的第一步。从刚刚我们来的吊桥那儿走这个峡谷进来呢，大概是800多米的一个路程。走吧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走一走这6000多阶的爱情天梯。上个世纪40年代，当时只有6岁的刘国江不小心磕断了大牙。在农村呢，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小孩子磕掉的大牙，如果被新娘子摸一摸呢，就能再长出来。当时大刘国江10岁的徐朝清呢，正好要出嫁，也就是后来刘国江的妻子。于是呢，刘国江的伯娘就抱着他去给新娘子徐朝清摸了一摸他的嘴巴。那一年，刘国江6岁，徐朝清16岁。这一摸呢，给刘国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徐朝清16岁结婚，26岁时却因丈夫意外离世而成为寡妇，婆家呢就说她克夫，于是她带着4个孩子独自生活，没有吃的就背着孩子到山上捡野生菌，连3分钱1斤的盐都买不起，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。有一次，徐朝清和小孩不小心掉进了河里，而16岁的刘国江刚好路过，把他们救了起来。这也是刘国江第一次看清楚徐朝清的模样。之后呢，刘国江经常主动去帮着徐朝清料理家务、上山砍柴、做农活等等，如此帮助了徐朝清3、4年的时间，2个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，他们相爱了。但是他不但比他大10岁，还是个带着4个孩子的寡妇，自己的父母不同意不说，村民的闲言细语更是能把他们淹死。为了不给父母太大的压力，避开村民的闲言碎语，1956年的某一天，他们相约带着4个孩子一起私奔了，跑到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，过上了与世隔绝般的隐居生活。丈夫打猎养蜂，妻子种菜织布，共同抚养着4个孩子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一次，妻子徐朝清下山不慎摔倒，浑身是伤。刘国江心疼不已，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刘国江决心亲手开辟一条道路，方便妻子上下山。每天他忙完农活，就不知疲倦地奔走在这悬崖绝壁间，用铁锤、钢钎一点点地开路，凿石梯，渴了就喝山泉水，饿了就随便吃2口，争分抢秒为妻子打造安全下山路。要知道，机械化的今天，想要在悬崖间修路都非常难，而刘国江只凭一双手就做到了。从朝气蓬勃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末年，不知不觉半个世纪就像弹指一挥间。他用碎了20多把钢钎，40多把铁锤，硬是凿出了6208级天梯。天梯凿成后啊，每一次下雨，他都要亲自来擦拭这每一阶天梯，为的是防止天梯上长出青苔，导致妻子滑倒，保障妻子的安全。你们看，多么的细心啊！每次修完石梯回家，徐朝清都会摸着刘国江的手，看着大大小小的伤疤和老茧，心疼不已。刘国江都是一笑而过。徐朝清说：“我心疼他，可他总是说等路修好了，我出山就方便了。其实呀，一辈子我也没出过几次山。”为了安全的让妻子上下山，刘国江花了整整半个世纪，6000多级的台阶，每一阶都是对妻子最浓厚的爱意。这个呢，就是当年2位老人住的故居啊。但是9年以前呢，其实是一个荒废的状态。后来这个不断的有人在网络上反映呢，所以老人家的小儿媳妇呢就回来把这个房屋打理起来。所以现在呢是老人家的小儿媳妇、小儿子他们住在这里。那么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上来的时候是住在上面那个一个岩洞的下方。我们走这里走上去看一看。
哇，他们曾经居住的这个洞穴，就是一个水帘洞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看，这里是以前打造的这个石桌子，是吧？当年2位老人上来之后啊，就是居住在这里。那么这里有一些小木料呢，我们也看得到，那边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石桌子。这里呢写有几个字啊，七生崖。正好这里呢上面有一个盖着的大石板，那么在这个下边呢就不会被雨淋到，而且门前呢还有一个瀑布啊，这地方真的是美若世外桃源一般。那么他们2位老人呢是在这个地方居住了3年之后，才到这个下方去住的那个土墙房。2001年，一队户外考察队进入森林探险，看到有条石梯通向人迹罕见的高山，于是一路进山，才发现刘国江和徐朝清2位老人。他们仿佛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，点着煤油灯，住着简陋的土墙房。而以前没有土墙的时候，是住在山洞，在山上开垦土地，耕种粮食，自给自足。后来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传开，人们便把这6000多级的台阶命名为爱情天梯。2007年，刘国江老人离世，5年之后，徐朝清老人呢也离世，2人合葬在爱情天梯旁。他们牵手一生，相守半个多世纪，终成传奇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随。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把整个水沟里面的水都拦下来了。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一股水，逐渐这个水的水源还是比较大的。而且这边的位置正好在山腰的位置啊，当时选择来用这股水呢，也是特别明智的，是吧？现在已经干旱几个月了，这个水依然还有这么大。马上就到源头了，哇，水还是挺大的哈。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发曲的源头，来看一看，特别清澈的山泉水啊，从这个山里面流下来的。哇，这就是大发天曲的一个源头，大家看看这个水多么的清澈。这儿做了一个拦堤坝，它也用不了多少水啊。如果说一旦涨水的时候呢，这个水呢就可以漫过这个堤坝呢，流到下方的水沟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当地人说的螺丝水沟沟。这个水还是挺大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地方。这个拦坝呢，还是没有把这个水全部拦完，因为下游呢还是有一点点水的啊。这个超级大工程的源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位置。这条大发曲呢，被称为上个世纪的超级工程，是草王坝村的村支书黄大发带着村民花36年时间一同修建。整个沟渠呢，经过3个村庄、3处大的悬崖、10多处峻岭，耗时36年修建。它的总长度呢是9400米。下面呢，大家就跟随我们的航拍镜头，从现在的源头一镜到底，感受一下这9400米的悬崖天曲。
今天又进大山里来了哈，里边有人居住啊，这有条小道，然后这里有电线拉进山里，然后这里这些都是以前的土地啊，现在丢荒了。咱们到这个山里边去看一看啊。这边种有一些玉米，这个玉米地里有很多的李子树。今年这个李子还不错呀，结的虽然少，但是比较大颗。这个路上呢，也都全部是杂草，就走的人特别少嘛。你们有没有听到山里的鸟叫声？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啊！这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这个应该是以前搞的养殖场。这是大门，大门也关闭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其实也是一个中型的养殖场啊，养猪的，专门养猪的。为什么我看得出来是养猪的呢？这边有一些门关起来的，然后一小格一小格的。它这个一小格里面大概是喂2头到3头的猪。这个养猪场是废弃在这里的，看上边的这个瓦呀，也都是许久没有翻盖了。估计这个养殖场呢也丢在这里好几年了吧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从山脚下上来呢，并不是很远啊，大概走路10分钟就能到这里。它这个养殖场修这么大又废弃了，还挺可惜的。那儿咱们还看到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哈，这个电线就是拉到他家去的。
然后这里有一大块玉米地，这个玉米感觉长得很好啊，不知道是山下的人种的，还是山上这一户人家种的。说实话呀，朋友们，这个大夏天的，在这样的草丛里边走啊，确实是有点提心吊胆呀。因为这2天呢，这个蛇呀什么的也比较多，山里边。这里还种了一些叶子烟。吃饭没得谁？吃饭没得呀？还没有。呵呵，就你们2个人住在这里啊？这里面还好吧，很少有人来哟。路都长生了，对呀。你在搞哪东西嘛？洋芋啊？我要自己来剥来炒来吃。哦，你自己种的了嘛？哎，自己种的。这一土全部是你家种的啊？种的粮食那些是我种的。哦。原来等于你们这上面应该不止你们一家哈？原来不止一家。现在等于全部搬出去的。好大年纪喽70多的。70多的。贵姓呐？你们这儿？我姓刘。姓刘哈。哦。这个山里面现在就是你们一家噻？好多都搬去沟去了。都出沟了哈。就是我家来这里。这个叔叔他们呢，是30多年前才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的哈。他们以前也是居住在平坝区，那么因为分给他们的土地啊，在这个山里比较多一点，所以呢，就为了方便住土地，然后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。在那个年代啊，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啊。我相信在未来呢，这个土地也是非常值钱的。说到这里呢，我想问一下各位80后的朋友啊，你们有多少人是有土地的？反正我是有哦，还不少。所以呀，我要是没办法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回家种地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地种啊？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蓬安县啊，在我身后这个山顶上啊，有上千的摩崖石刻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，据说是唐代的时候刻上去的，哇，非常的久远哈。我们今天就打算上去探秘一下。咱们从这个山下走上来，现在已经走在这个山梁上了，到那儿呢，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。走这个路上呢，要特别的小心，这些都是野刺啊。一不小心呢，就会把腿挂伤，所以在这个山上来看这种野景点呢，也是非常的难啊，这个路也难走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上都绑有红布啊？那是当地的一些人，或者说一些徒步爱好者，他们来了之后呢，就绑了这个红布，就是怕后面有人来呢，他们容易走迷路，所以说呢，就跟着这个绑红布的这个树往山上走呢，就不会错。走到这个山梁上呢，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哈，蓬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造像。这个牌子是1988年公布在这里的，距今1400年的摩崖石刻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1400年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，在这山野之间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。这个地方呢，咱们已经看到了佛龛，也就是以前的那个摩崖石刻。咱们还要继续往这边上，那儿拴有红布，还没有到达那个崖壁的位置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千佛寨的寨门了。大家看看这个地形啊，非常的险峻，属于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。那么我们走到这儿呢，就能看到一些摩崖石刻了。看看这个刻的一个什么造型，一个圆拱门，下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抠进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当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也会放一个佛龛，只是没放而已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，做有一些
毛笋的一个结构有一些孔洞啊。那么这个崖壁上呢刻有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一面崖壁从这个寨门走过去呢，那边就是千佛寨了，就是上千的这个佛像的摩崖石刻啊，非常的震撼。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，是一个三体大佛，然后正好在这一片崖壁的头部的一个位置啊，然后特别的大。那么是一个弥勒佛，这个应该是弥勒佛啊。上边呢他们有盖一些这个瓦片，然后可能是防止风化。那么这一尊弥勒佛看起来也是挺帅气啊。那么这边的佛像呢，全都是镶嵌在这个岩体上的，大大小小的有上千。那么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，可能有些地方呢看得不是很清楚，那我得用无人机给大家展示这个视角。我们过了寨门之后呢，就来到这个崖壁的一侧，然后看看这里也是一个佛像，那么也是镶嵌在这个岩石上的。包括这边也有2位啊，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石刻距今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啊。包括上边这一个佛像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反正是很高啊，这个有10多米啊，有10多米高，哇，特别震撼啊！全部都是镶嵌在这些崖体之上的。这里这个神像呢，他手上好像拿着一根鞭，是不是拿的打神鞭啊？咱看不太清楚，头部呢已经被这些藤蔓给网住了。是否这个石门里面是有玄机的？因为大家来看一下哈，这个下方全部是这个大青石的条石，经过石匠来打磨之后呢，把这下边给封住的。或许这一道石门里面有什么秘密，咱也说不准哈。这边好像是一个古墓啊，镶嵌在这个崖壁底下的岩体中的，上面写有玄妙蓬瀛，是吧？然后这些雕刻非常的精美，顶部那儿还放了一个葫芦，两边是2条龙吗？这个古墓呢，据传说是一个姓黄的道人，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啊。一直在这个千佛寨上修道，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啊，人们都称他为黄老道。后来呢，黄老道过世以后啊，就葬在了这个石墓里边。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黄老道过世几十年之后啊，千佛寨下面的一个叫朱光泽的农民呢，就跑上山来，竟然将黄老道的这个墓室给打开了。往这个下方走了3个台阶呢，就看到一口棺材。打开棺材呢，发现黄老道的这个尸体呢，竟然还没有腐烂啊，须发雪白，鲜活如生啊，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。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右侧这里啊，就是被盗过的痕迹。那么是从这个地方开之后，从这儿进去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视野。为什么这个千佛寨上有这么多的佛？为何又要把这些摩崖石刻刻在这一座崖壁上呢？想必大家看到前方的场景就应该明白了。这个地方就是俯瞰河山的感觉。看一下整个下方，一躺平，就是我们身后这里有一座高山崖壁。所以说呢，这些佛像刻在这儿，它是有原因的。这个崖壁的下方呢，是有一个庙宇，里面呢有一些菩萨呢是供奉的。石刻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大家拍来看看。但是供奉的菩萨呢，咱们是不能随便乱拍的哈，只能给大家拍摄这个石刻的一个部分。我们在这个庙宇旁边的空地上啊，有看到2张石桌子。这个石桌子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，而且大家注意看啊。咱们现代人坐的桌子呢，都是4只脚，但是它这2张石桌子呢，都是3个石头顶住的。
而且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个石桌子竟然没有配凳子。据说在晋朝的时候啊，这里发生过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啊。在个山下有一个人啊，拿着一把斧子到这个山里来砍柴。到了这个崖壁下呀，就发现这个石座旁边有2位老人呢在下棋。他就在这里看他们下棋。等老人下完棋，问王子：“你怎么还不去砍柴呢？”说完，他们就不见了。但是砍柴的王子呢，这才想起来要去砍柴。谁知道他低头一看呢，手中的斧子和木柄呢都已经腐烂。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。当下山走到村里面，才知道已经过去了100多年，让我们不禁感叹，真是山中一日，世上已千年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啊，就这一面小小的石壁上，就刻了非常多小型的这种佛像，一整面都是。就这一面的话，应该也是好几百了啊。这一片大家看看，这一片也是跟那边的形态差不多，但是这一片呢，可能雕刻之后还没有进行上色，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整体的一个形态，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这个就是上千年前的一个杰作，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风化了，因为以前的话它并没有盖这些瓦片。这个山上呢，咱们还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木屋，2个呢，那边也还有一个房子。咱看一下这个房屋呢，也是非常多年没有人住了，整个已经快要倒塌。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呢本身也住有几户人家啊，然后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是吧，公路也没有通上来，所以呢就整个搬走了。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房间里边，这儿是一个灶台，那么那边呢还有土墙，这边有很多的瓦片都是放这里的，那个就是以前的床啊。然后你像这里走过去，那边还有一个房子，因为这里是荒凉的野路了，咱就不过去了，而且杂草丛生啊，也担心这些草丛里面会有小动物啊、蛇呀之类的，所以咱现在呢就只有往回走了。这个千佛带的悬崖峭壁上呢，早有上千的大大小小的菩萨造像啊。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，可谓是名不虚传啊，真正的千佛在。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啊，始早于唐代，经历了宋元明清啊前前后后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啊，现在依然在这个深山中啊保存完好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我们从空中的视角看呀，这个地方选的也是非常的奇妙。前方呢是俯瞰大好河山的这种架势啊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山的后边，它其实是多脉相聚的一个地形啊。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顶这2栋房子的边上呢，有一口天池，看到吗？这个天池它是在山顶上的，而这个水呢是常年不干，这个天池也是深不见底的。在这个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天池，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，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啊。整个这些石刻呢，看去栩栩如生啊。虽然经过了千年的洗礼啊，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它很清晰的这个轮廓啊。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呢，见到上千年的这种摩崖石刻啊。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呢，仿佛千年就是昨天，恍如隔世啊。真的有那种山中住一日，世上已千年的这种感慨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，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，环境非常漂亮啊，咱们过去探访一下。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，非常不容易啊，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、76拐公路。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，这上边是公路，去到这一户人家呢，需要走这样的小道，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。
这个路边呢，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、茅草。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，就是有这些好处。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泡，都已经成熟了，可以采来吃了。看一下，超级甜。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，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，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，所以呢，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，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，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，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。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，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，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。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，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，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。看看，就住在悬崖边上。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，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，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。哎，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。哎呦，吃饭没到，老娘？你早啊？你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一个人吗？我们本来6个人，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，我们跟着幺女的。哦，你4个姑娘，哎，跟到幺姑娘的。哎，跟着老幺的。哦，你贵姓呢？啊，贵姓呢？我姓谭。姓谭。哎，姓谭。好大年纪了？82了。82了。哎。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里吗？哎，现在我在这儿住，现在我在这儿住起的。我也是黑的湾，我们姑娘一结婚呢，就是说我跟着老幺嘛，那就找她进去，那地方搞人呐，好像都不习惯这个偷脚。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？哎，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姑娘的。哦。姑娘在爹妈的在。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？我晓得了10多年了。都10多年了哈。要有20年了。那你女儿他们在哪里呢？女儿吧。女儿啊。女儿在爹妈的，爹妈就有他们妈妈。哦，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。嗯。大家看一下哈，从空中看的话，咱们还感觉不到啊。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，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。就这片平地都几10亩，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肯定不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几座古墓，看一下，这里排着3个古墓，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。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、人物的一些图像，啊，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。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，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。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。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。哇，那2只小猫咪，小猫咪。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。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、背篓，然后这个斗枪啊、簸箕啊，这个米筛啊，是吧？各种各样的农具，这堆了好多。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，看看。两边都是土墙，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，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，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。这边是住人的，
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小间一小间的，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，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，朋友们。那边就是悬崖峭壁，在房屋的前边这呢有一大片的平地啊，大概有几十亩地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。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，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从此可以推断这个地形不简单啊，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。这一片土地上啊，也种有好多的果树，有枇杷呀、李子啊、梨呀，我都看到有，还有橘子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。从那边的古墓，咱们就看得出来，最少是几百年，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。哦，小狗儿，小狗儿，我要走喽。我要走喽，拜拜哈！这小狗特别听话呀，我到这儿来，它一点都不咬，你看，它都想跟我走。好了，拜拜啊，真可爱，拜拜。好舍不得我呀，它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，他住在这里。这个房子呢，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。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，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。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，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，太漂亮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的阆中古城。它和云南丽江古城、安徽徽州古城、山西平遥古城并称中国4大古城，但阆中古城呢是存在感较弱的那一个，但是它的历史也是非常厚重的，至今已经2300多年，自古以来就是巴蜀军事重镇，三国时候的张飞呢就曾在此驻守7年多的时间。阆中古城风水文化独具特色啊。地处四川盆地北缘，嘉陵江的中游，由大巴山脉、剑门山脉和嘉陵江水系交汇聚集形成。三面江水抱城，其山川形势独特，山水城融为一体。城市选址是按照中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选择的。阆中古城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居住风水观，棋盘式的古城格局啊。融南北风格于一体，形成半珠式、品字形、多字形等多种风格迥异的这个建筑群体，是中国古代建成选址天人合一的完备典型范例。桑植境内山清水秀，生态环境优美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当地茶叶味道层次更加丰富，茶叶的品质也因此得到了提升。人们常说，
好山好水出好茶，正是因为桑植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，才能种出如此美味的茶叶。桑植白茶的质量与存放时间也有一定关系。白茶在采摘后的第1年可饮用，品质良好。第3年时，茶叶更为充分的发酵，口感更加丰富，具有药用的作用。到了第7年时，茶叶已经成为稀有宝贝，口感更加出众，价格也随之上升。桑植县是我国白族的第2大聚居地区，所以桑植白茶还结合了当地白族文化特色，根据风、花、雪、月元素制定了茶叶的分级标准。这些标准不仅仅是对茶叶的质量要求，还体现了当地白族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所以，前往桑植旅游，除了可以欣赏到山川美景外，还可以品尝到正宗的桑植白茶。无论是饮用还是收藏，都能够品味到这种优质茶叶带来的独特韵味。在重庆江津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上百栋的联排别墅荒废在这里，没人居住。这些别墅的价值何止上亿啊！为什么这么大片的别墅会荒废在大山上呢？咱们今天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片荒废别墅的山上，看一下我身后那些地方全部是茅草，还有这边，这里连着是好几排。那么我们从空中看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最少有上百栋啊，全部是荒废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一栋有人居住。这些别墅呢，都是建在了大山上，这个地方真是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多别墅为什么会荒废，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！我们走这里随便走一栋进去看一下。这些房子呢，实际上建好之后都已经进行了装修。这边有玻璃门，对吧？可能已经居住过人，然后后来又没有住了。看看对前面的那个门都是坏的。那我是不进人家房门的哈，所以呢，我只能在边上看一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栋的造型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全部是这样连排建在一起的，整个建筑风格看去也是很漂亮。比如说像这里哈，它其实就是2栋，那么所有的这个房子建筑风格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种双排的这种别墅型。这边又是2排，这么好的房子啊，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多的这个别墅房，没人居住。我呢也不用全部都去转了，因为每一栋的房屋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造型，那么确实是让人很费解。这么好的别墅群，然后又建在了山上，环境也非常好，为什么会荒废在这里？百思不得其解哈。但是当我把无人机飞到空中的时候，我还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一些问题。大家先环顾一下整个别墅群的四周，前面是一条江，整个别墅群所建的位置呢是中间一个山峰上，也就是建别墅群的这一个小山峰啊，整个周围全部都要比这个地方矮，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应该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当初在这个地方建了上百栋别墅呢，也可能考虑到这个因素了。从地理的角度来说，或许在这个地方建了上百栋别墅，居住的人过多的情况下，会不会对下方的哪些区域有影响？当然喽，这只是我自己的猜测啊，否则我找不出任何的理由说这么好地方，这么好环境，这么好的别墅荒废在这里，没人居住。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荒废的呢？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。
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剑阁县的剑门关，这里被称为天下第一关隘，险峻无比啊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也是川蜀之地的北大门。一旦这里被攻破啊，将是洞门大开，川蜀危也。人们常说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蜀道到底有多难呢？今天咱们一起去体验一下。现在我们眼前的呢就是关楼，上边写着天下雄关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哈，两边都是崖壁，然后确实是那种特别险要的那种关隘啊。一旦冲过这个关卡呢，就是一马平川呀。所以这里自古以来呢，就是兵家必争的一个地方。大家从这个视角来看，非常的险峻，整个狭窄通道过去呢，也有1-2公里，然后它的最窄处只有50米。这个地方为什么被称为巴蜀咽喉呢？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啊，左右小剑山和大剑山向两边无限延伸的这种感觉，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。所以说它被称为天下第一关，那是有道理的。要在这个地方攻下剑门关，你基本上要5倍甚至10倍于守军的兵力呢，才有可能成功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6出祁山，包括后来的姜维9伐中原呢，都是经过这里，再往陕西汉中那边走。诸葛亮北伐6出祁山，为什么都没有成功呢？首先，第一个呢，他的这个国力是比较弱的，曹魏都是北方大平原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，他们的粮食啊各方面都要比这边要强很多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古代战争还是现在呀，比拼的都是一个综合国力啊。而且那个时候啊，诸葛亮跟这个川蜀的文官呢，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分歧。所以说，诸葛亮的北伐呀也不顺利，经常呢被召回四川来，那么也贻误了一些战机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如果刘备不伐东吴，或者庞统还在的话，他们或许能成功。因为诸葛亮的用兵呢是稳中求胜啊，而庞统呢就是剑走偏锋。那么像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就是一个例子啊，不光是诸葛亮、周瑜的功劳，庞统呢也有很大的功劳。他到曹营去自献连环计，是吧？才让曹操把这些战船呢连在一起，才有了火烧赤壁的伟大胜利。关羽失荆州后，后来张飞又被杀，所以刘备呢就一气之下特别恨孙权啊，举倾国之兵呢伐吴。但是在伐吴的途中啊，自己又小看了东吴的大都督一介书生陆逊，结果呢被陆逊在夷陵火烧连营700里，大败而归，退守白帝城。正是因为这次的失利，刘备也悔恨自己托孤白帝城，至此呢川蜀也是元气大伤啊。所以说，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强而为之了。刘备如果当初听诸葛亮的话，不伐吴，转而伐曹魏，而庞统又还在的情况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有可能成功的。不过这只是如果啊，历史就是历史，已经不能改写了，只是替他们有些惋惜啊。进这个剑门关景区，如果你能背诵《蜀道难》的话，是可以免门票的。我们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有几个高中生，他们就是背《蜀道难》进来的，我让他们背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啊。妹妹，你们从哪儿来呀？甘肃。来了几天了？来了2天。你们是买票进来的吗？我们2个是买的票，我是背的《蜀道难》。哇，你还会背《蜀道难》？能不能给我们背一遍？可以。《蜀道难》李白：一去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！尔来48000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探白，有鸟道可以横绝，峨眉巅，地崩山摧，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寨相勾连。上有六龙，回之高标；下有冲波，逆折之回川。黄鹤之飞，尚不得过；猿脑欲度，愁攀援。青泥何盘盘，百步九折，营烟暖。门生历尽养息息，以手扶阴作长叹。问居西游何时还？为土谗言不可攀。但见飞鸟吼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。又闻此归起夜月，愁空山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使人听此凋朱颜。
连峰去天不应是，狂松倒挂一绝壁。飞湍不流真仙辉，天涯转世万壑雷。其贤也如此，继而远道之人互为互来哉。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左手获飞青，化为狼与豺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磨牙省血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侧身希望藏资阶。现在我们经过了1-2公里的路程啊，来到了鸟道的下面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啊。今天咱们就上去挑战一下啊。到了鸟道下方呢，它是有2条鸟道，1号和2号，1号往左边走，2号往右边走。我们走的是2号鸟道。2号鸟道上去之后呢，就是一直步行出景区，大概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说体力不支的人呢，最好就不要来挑战。这就是蜀道，大家说难不难？哎呀，这个路几乎是90度垂直。这3个妹妹挺厉害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自己爬的时候没感觉，看着人家爬有点吓人哈。下边就是万丈深渊，下去就嗝屁了。你往前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就这样拍一段视频就行，走吧。还要过天梯峡，下到峡谷，然后再上到山顶啊，一路真的是艰险无比，但是也是风光无限啊。那如果体力好的人呢，肯定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平时看不到的风景啊，还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每当看到这样的古迹啊，我们都不得不感叹泱泱华夏5000年。每当在这个国家危难之时呢，总有人站出来保家卫国、救国救民，才使中华5000年的文明生生不息啊，从未熄灭。咱中国人真的是太厉害了，点个赞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南充的百牛渡江景区啊。待会儿呢，这里就有100头牛从这里横渡嘉陵江，到对面的太阳岛去吃草啊，那个场面还是非常壮观的。8点半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会统一放牛。今天起了个大早啊，还跟大家拍了一段延时，非常漂亮，来欣赏一下。现在呢，当地的村民已经把这个牛赶到这儿来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了。阿姨，你们也起了个大早，专门来看这个渡江是吧？我们在这儿。哦。你们家住哪儿的？我们是成都的。成都的？对。跑这么远来了？哎，专门来看白牛渡江啊。成都到这儿不是几百公里吗？100公里也没很远，3个小时就到。昨天晚上是在这个蓬安的是吧？我们这儿耍几天了？耍了几天了？哇，都是来看这个百牛渡江。对，好嘛。哎，也耍了几天，我们还有这个，我们在外耍。
现在咱们要从这个地方坐船，然后到对面太阳岛去看一看啊，上面风景很好，那些全部是绿色的草，过去拍照呢也很好看哈。坐船过去看的人也挺多的。这个就是船的方向盘哦，这就下岛了啊，好多人都坐船过来的。哎呦！然后在岛上玩一会儿了，玩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呢。待会儿咱们又坐这个船，可以返回到对面去。这个岛上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岛呢叫太阳岛，它是一个孤岛啊。整个四周呢都是被这个嘉陵江所环抱的。以前呀，他们对面的牛是直接可以走到这个小岛呢，应该是20、30年前吧，下游。也就是千里嘉陵江第一坝那个地方呢，筑了一个堤坝，就把水呢蓄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也被淹没了哈。然后以前的主江呢是在对面，那么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岔口，所以说现在呢整个这个岔口都已经被这个江水所淹没。这些牛呢想要过来吃到这边小岛上的嫩草呢，它就必须要横渡嘉陵江呢，才能来到这个小岛上啊。从对面坐船过来呢，10块钱的船费啊，包括来回的一个往返费用，非常的便宜。来到这里你不坐船，在这个小岛上来走一走呢，就有点遗憾哈，因为这个上边全是一片绿色啊，看着心情都很好，非常的漂亮。他们这些牛呢，不是一家人的哈，是当地很多村民的。然后每天呢，固定时间从这个地方放牛过来。特别神奇的是，这些牛回家的时候啊，他们都会知道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你们说厉害吧？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边是有一个栅栏的。注意看了一下，它整个小岛上呢住着有好几排的这个栅栏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这一片草地给围起来。那么这个牛群在吃草的时候呢，它就不是满山跑，它是有路线性的。比如说这片的草被吃的差不多了，对吧？他就把这一片栅栏给关掉，然后牛群呢又到另外一片去吃草，这样呢就做到了很好的循环，让这个草呢能够循环去生长。那这些牛呢，它就永远有吃的。所以说这个栅栏它是非常科学的啊。他们一起坐船过来的人呢，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的分散。现在这边呢就是牛群啊，看着非常的壮观吧？这个100多上200头牛在这个上边，哇，这个百合给飞起来了。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百合，大家看看，飞出去了。这里呢就是牛在这边放草啊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！这么多的牛在这里。你吃别管我。你吃你的，你干嘛呢？这个小岛上啊，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啊。这些牛也不容易啊。我们时常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哈。你看这些牛呢，它们为了一口草吃啊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一大早的从这边渡江过来，然后在这上面吃草。那么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他们也到这个江里面去洗个澡，对吧？困了呢，就在上面休息一下。反正从早上8点半过来之后呢，大概是下午5、6点钟呢，再返回去。那么一来一回呢，都要渡江，在这里吃一整天的草啊，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再渡江呢，可能又要消耗掉1/3的卡路里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做牛也是挺不容易的啊，为了一口吃的，横渡嘉陵江。现在这个放牛也看完了啊，遇到一个上海来的阿姨，阿姨这个牛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打个招呼。这是上海的王阿姨，非常好看，有趣。什么时候去我们贵州玩？去是去过了，下次还要去。下次去贵州特别好看。下次去要找我吧。好嘞，一定找你。到时候我给你当导游哈。找小周。小周，老周在前面。对。
在重庆丰都蓟龙镇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户人家居住在悬崖峭壁下的山洞之中，整个建筑看去就像是镶嵌在崖壁洞口。这个地方地处深山峡谷，交通便利，环境优美啊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。来，两我拿两瓶酒给你。啊？拿两瓶酒给你。我们不起酒。有客人来可以了。你拿到嘛？你拿到嘛？不要，我们不吃酒。真的，你拿到嘛？又不客气，我来过你们这儿的。哎呀，你哪次来过的啊？应该是正2月间来过的。哪天了？啊。哎，你是贵姓呢？我都又搞忘了。我说你贵姓呢？我姓黄。姓黄哈。那个叔叔呢？他姓罗。他姓罗。哦。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。哎。这几个是鹅吗？是鸭子哦？鹅仔。鹅哈。这会儿来你们这儿要好看点了，哎，包裹都长起来了，哎，树也长好了。上回来就没得那么好看的。这个阿姨他们家的这个院子啊，还真的是像世外桃源一般，人就居住在这个岩洞之中啊。前方就是一个大峡谷，而且它这个地方呢，公路也是通到家门口的。这个门前这一片院子打造的非常漂亮，这边种了好多的这个桃子，看一下都红了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瓜，这儿种的是红薯，然后这边种有南瓜，还有这种不知道什么瓜哈，你看还种有黄豆，还种有这个豆子。这个豆儿啊，这边还种有花，这个门前还有一排的树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它这儿都种的有，看得出来这个阿姨啊特别勤劳的那种人。他们家这个桃子也结得很好，这个是那种嫁接的那个桃子，特别的甜。这些特别高的这个树是杜仲啊，刚才我们认识，我走近了认识了。杜仲呢也是一种中药材哟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房屋啊，好像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洞口，看着呢像是4层的一个结构。这个下边这里有1层。然后我估计以前呢，就是在这里面喂牲畜啊，牛羊啊、猪啊之类的。这个阶梯呢是弄得有15阶，所以它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。那么，当时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这么高的梯子呢？人不住在下面呢？可能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吧。因为住在上面呢，它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
上来的这一层呢就是住人的，但是它这个房屋呢建的比较低矮一点，看一下，比较低矮。这一层它也没有住人，就是第2层也没有住人。这边有上锁，这个有可能是住人的房间。那么从石梯上来之后，它这里还有一个木结构的这个楼梯。再上来之后呢，咱们就到第3层。第3层可能是住人了，这边有上锁，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房间，但是这个确实是比较低矮啊，只有大概1.7米左右的一个层高啊。这个2层呢都是1.7米左右的层高。那从这儿走上来呢，就到了这个靠山靠石的这个地方了。这边上来呢，这儿有放了2个冰箱，这里就是靠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们的这个祖先都是供奉在这个位置的。这边走过来，哇，这儿放了好多的腊肉。然后这边呢就是靠着这个后山的这个山洞，然后在这儿呢住了一个厨房，这边并排的放了3口锅，然后走这边走过来，这里过来呢，咱们就到了它的4楼啊。它的这个4楼呢，摆放有一些桌子，有可能是有一些朋友要到这儿来吃饭什么的，他们可以煮一下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再从这里俯瞰下面，非常舒服啊，特别是坐在这个桌子这儿，在这儿乘凉吃个饭啥的，然后看到外边的景色，非常的美。那我们这边这个平台过来之后呢，就可以从这一侧，从这里走上去。这儿是他们晒衣服的地方啊，还有这边放有一个石磨，要拉什么粮食呢，也在这儿拉。这个呢是风车，可以过滤一些粮食里面的灰尘啊、渣子啊之类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岩壁呢，正好可以为这个地方遮风挡雨，所以他们在这儿干活呢也不会被淋到啊，真是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个崖壁边上呢，这儿做有栏杆，我们这样来看一下，房屋呢就镶嵌在这个洞口，然后这个侧边上来呢，这里还有一片可以利用的地方，可以从这儿走上去。在这儿爬到这个半崖这里来，这个上边又还有一个山洞，就是这个半崖。到了这个半崖之后，这里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不知道能进去多远啊，咱就不进去了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呀，站在这个高台上，咱们就可以看到房子镶嵌在这个洞口，然后这里有一条栈道上来，这个上边是不是很舒服？可以俯瞰到咱们下面的一整个菜园，对面的公路、山顶的风车都能看得到。哇，这儿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的享受，特别是这个阿姨她非常的勤劳，可以看到，因为厨房在那边嘛，这个房子顶上的这些岩壁啊，都熏得黑黑的，因为下边要进烟火嘛，要煮饭什么的，所以从这个上边呢也能看得出来，他们在这儿居住的时间可不短了呀。要2000多。你这个园子里面还种了好多的东西。种好多东西。各种水果啊，还有蔬菜呀、豆儿啊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哪都有。真的是勤劳啊。不种点了光要吃的嘛。倒也是。买呀又远。
你是外面嫁进来的吧？应该是啊。我是务农的。务农的。你好大年纪了？你看出我要大年纪？我看不出来，50岁吧。60几了。60几了？哦，他也叔叔也可能差不多哈。他才58。他58。哦，你还比他大几岁哈？大12岁哟。大12岁？没得吧？大14岁啊。但看起你也年轻的呀。我年轻了。嗯。你家几个小孩呢？我那边2口。你那边2个是哪个意思啊？我没懂。我牵这个走的。哦，然后再跟着他。哦，在你那几个呢？这一个儿女。这一个女儿哈。他们来这里住了好多年了。他们住了30辈人呢。30辈人。4辈人，4的辈人都是31的3的。4的辈人都30多嘞。就总的在这上面，在这里面住了4辈人了嘛。他的女儿是31、34了。女儿都有30多了。啊，在这里。等下女儿是是第4代上哈，那住了4代人，那差不多100年了。那差不多。等于女儿都在家里面搞过农家乐的。啊，他们女儿。啊，他女儿就是叔叔的女儿了嘛，也就是你的女儿了嘛。我的就不在务农家的。哦，你们2个是等于是他这个女儿不是你生的。然后你的2个孩子在务农。哦，这样子的，我明白了。他离婚了的，他前面刚离婚的。哦，他也是前面个离婚的，你正好是前面个走的，然后你们2个组合的家庭哈。哦，这样子的。等于他的女儿都在这里开过农家乐的。然后生意不好就没有开了，他是没有坚持吧？我觉得。这个阿姨跟叔叔呢，他们2个人现在真的是太轻松了。这个阿姨姓黄，叔叔呢姓罗。阿姨跟叔叔呢是半路2个人组建家庭的，他们各自的儿子和女儿呢，现在都是成家立业，等于现在呢就是他们2个人住在这个山洞之中。他们2个人啊，现在在这里种着一片地，然后再喂点猪，一年的收入的话，也可以搞个几万块钱。说实话，真的挺让人羡慕的。而且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啊，一身轻松。就他们2个人在这里，过着这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隐居生活啊，真是令很多人羡慕呀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四川岳池的低坑大瀑布，听说这个大瀑布很漂亮啊。过来拍照打个卡，但是这个好像天空不作美啊，现在在下雨。从它的景区大门进来，要么就坐观光车，要么就步行啊，大概步行20分钟就能到达低坑大瀑布的位置。我是选择了步行啊，看一看这个沿途的风景。这边这一片呢是红枫树林，但是现在不是秋天。所以说，大家秋天的时候再来看这个瀑布呢，应该在沿途会有非常多漂亮的风景。等这一片枫树林的叶子都变黄了之后，是不是很美？你们现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哈。这个途中啊，还有一个土匪洞，咱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土匪洞有多大。这个步梯呢，后来修的。这个土匪洞在半悬崖的中间，走到这个上边来呢，咱们也视野比较开阔一点。那个地方看到有一个亭子，再反过去呢，就能看到很好的风景了。景区门口在那边，沿着这条江下来，往下走呢，可能还有10多分钟吧，就到那个瀑布的位置。这个土匪洞洞口还真是小，就这么一点。看一下这里吧，在这个地方守着，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！而且这片崖壁的话，它是有点反斜度的，所以说爬是肯定爬不上去的。我比较好奇啊，我稍微往里面走2步看看。哇，这个洞内把这个
崖体啊，给弄成了这个石梯。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通道进去，这儿呢还弄了一根攀爬的绳子。我在想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要不要上去看一下？稍微往上走2步，好吧？走到这个口子这就行了，就爬这个石梯。然后今天咱也没带光哈，他们古时候这个土匪住的也不容易啊，住在这个峭壁之上。进来之后这个位置就比较宽一点，但是可能还要继续往上面走啊。这有个口子没有？我就看一下这个口子吧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天窗，哦，土匪就是住在这个位置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它是在这个崖体里边抠出来的一个洞穴，大概有个几平方米吧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开了一个天窗口，这边呢从这儿上来啊，这儿的一个狭窄的石缝上来，那么这些石梯呢都是他打的，就是一个石缝。那么进来之后呢，这个位置是自然原生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位置呢是他开凿的，对吧？我感觉是土匪在这里开凿之后呢，然后自己就住在这里。这里有一把刀，可能是当年的这个土匪用的刀。这些应该都是吧，都是他之前用的一些工具。这个天窗呢，就是开在外边的，这里可能是以前用的一些照明的工具啊，还是什么东西啊。它这个天窗口啊，这个口子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为什么要套几个铁链在这里啊？这不知道代表什么寓意。反正这个地方看出去呢，整个环境非常的好，外面的一举一动也看得非常清楚啊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瀑布的地方啊，这个瀑布还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下边是小瀑布，上边是大瀑布。大瀑布呢，它有130米宽，有60米高啊，被誉为亚洲第一宽瀑布。今天这个下着雨呀，真是坑啊！想飞一下无人机，我估计我要等一会儿，等它雨停了之后再去飞。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呢，也是非常的好看啊，也有点那种丹霞地貌的感觉。然后那个瀑布那边呢，他们也瀑布的内部呢，也是有这个栈道，可以到瀑布内部去。这地方这些石头挺好看的。然后虽然下着雨啊，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来，这个镜头感还是非常好看的。怎么样，朋友们？看起来是不是很壮观？我还要到那个瀑布里面去感受一下啊。而且这个地方的话，拍照、拍视频、打卡是非常好的地方，因为它整个包括河流，包括这个瀑布里边啊，那些石头上呢都有很多的青苔。所以说呢，人站在那儿拍照会非常的好看啊。想不想知道60年不灭的地火烤出来的红薯是什么味道？大家好，在重庆啊有2个地火村，一个在涪陵，一个在长寿。涪陵的地火村呢，前2天已经带大家去看过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但是长寿这个地火村更加的神奇，因为它的地火至今为止已经燃烧了60年不灭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已经迫不及待
想要去看一看这长生之火。走，我问李老师，这个火燃起来好久了56年。 56年。哦，几十年，58年4大年。 ，58年58年就燃起来的是吧？ 56年来赚的，赚了个57年的下半年就把你走了2年多点。就从这个地方转出来的火是吧？哦，这里转出来之后，四川省第一口气。转出来之后就把火点起了。椰子都有火。转出来就椰子都有火，从来没歇过啊。有条石油河的嘛。哦，下面有条石油河。这个拿来给你后本来是6期的。重庆人是说的烫火锅，不是上火锅。啥子玩意呢？烫火锅。烫火锅。我就晓得今天有人在这里请我吃饭，要不然我都不来了。准备好的哈。对呀，都晓得我要来是不是？这个妹妹就是地火村的哦。我是沟湖村的。知道我们要来了，都在这里搞火锅吃呢。哎呦，你们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神奇。这个中间冒出有3个地方有火，包括这些地方都有火。然后来的途中遇到一个美女啊，她们在这里煮火锅，也在这里开直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，这边都是一些玉米地，就中间这一块地方呢，冒出来这个地火，特别的神奇吧？有朋友会怀疑这个是不是假的，你们看看哪里像假的呀？对吧？整个周边都是一些绿色的田地，不存在假不假。它这个地方就是冒出来地火，至今为止已经有60多年的时间了，是58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开始着火的。我都担心这一户人家把这个玉米棒子种在了这个地火的旁边，等一下这个玉米棒子成熟了之后，会不会有人直接从这儿掰了就这边烤玉米棒子？有点猛。你看重庆人吃这火锅是辣椒啊，除了辣椒就是辣椒。那个喜欢重庆火锅、喜欢重庆美食的，给我们点点关注。竹笋，来。它那里面鸭子。竹笋下锅。鸭子都有。哇！一会儿那个叫什么？我这个毛肚，你们先去准备筷子，筷子准备好了，这个毛肚我就下去，一下就可以吃了。这个火很大的。哎呦，非常感谢重庆美女的热情款待。感受一下重庆的热情。重庆的辣妹子啊。是的。哎呦，安逸。来嘛。哎呦，谢。这涮吗？有一点火也没关系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没事，我不是这个涮等会还要用不用？没事，你吃嘛。没用了。这火一直就这么着。对。一直这么燃烧着。这火就烧了好几十年了，这个火一直都这样，这是天然的。这个外地的朋友来吃个毛肚。哎呦，这些。这鲍鱼，能看看？我去问一下。这么说吧，这个火着起来的时候，在座的都还没出生呢。是的。其实你们就要关注这位美女啊。他才正儿八经这个地方的人，马上，那你来，赶紧来，人越多越好。这位是河北保定的刘涛兄弟啊，有缘我们今天在这里遇到了。啊，对，吃一吃这个60多年不灭的这个地火烤的这个红薯啊，60年不灭，它好神奇。对啊，来干杯，兄弟！来干杯！吃了这个红薯啥感觉啊？没啥感觉啊，也不跟咱们家自己的火是一样的吗？不对，你不能这样讲哈。那怎么说？你应该说这个红薯吃起来呀，这个地火烤来红薯吃起来呀，软甜香糯，哎，甜到心里了。吃了这个红薯啊，容光焕发，益寿年年，美容养颜，对吧？你应该这样讲。而且这个红薯啊，它还很顶饿。我们吃一个红薯能顶一顿饭，这样呢，咱们这个红薯啊就可以卖得贵了。然后别的地方呢，这红薯可能2块钱一个，当然在咱们地火村烤的红薯啊，得20块钱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地方呢炒作一下，来的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？
等他们来的人多了之后啊，咱俩就搁这儿支个小摊儿，烤红薯卖，你说是不是个好生意？好生意，你想法不错。对，所以说要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继续干杯！来干杯！不过吃这红薯烤起来有小时候的感觉，小时候那种味道啊。对。说这个。开玩笑哈，但是说真的，这个确实好吃啊，这个烤红薯烤的，小时候不经常这么烤吗？对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回到童年了。对。吃的满嘴我的嘴黑了没有？没有黑吧？有点啊，有点黑就对了嘛。这人有时候就是缘分哈。啊，你说咱俩天涯海角在地火村相见，前世500次回眸，换来1次擦肩而过。对，咱俩得1000次回眸。才能坐在这儿一起吃烤红薯。对，对不对？来吃红薯，妹妹。可以。哦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烫的都对了。好，你光给美女拿，不给我拿。啊，来，重色轻友是吧？真的是。我烫，好烫。你看，给你了，觉得。给我烫我也愿意。今天那个美女请我们吃火锅，咱请她吃红薯，好不好？可以。你贵姓啊？猜我姓啥？天，姓啥人家能猜得准啊？就离这个很近的这个叫啥？玉。树上有什么？这个树上有什么？桃。还有呢？就你现在能看到的绿色的。竹。那是桃子树。那上面不是有竹子吗？绿色的是啥？不是，就这个树上绿色的是啥？树叶。对呀。叶。对，是的。啊，姓叶。对。好烫啊！哎，我剥不开啊！你应该问我那个树上有啥嘛？对，我刚问了呀，我说那个树上有啥？是吗？那个绿色的树上有啥？完了，太笨了。你家就住在这里的？是的，我家就在这附近。这个还没烤熟呢。这个红薯有点热情。太热了。太热了。热情是最火的。走过来有多远啊？从你家那儿？走过来的话，可能半个小时吧。半个小时。哎呦，今天要赶往重庆了，要不然到去你家玩一下。对，下次可以来，下次去我老家去钓小龙虾可以。你在家里没有，关键是你在外面上班的话，咱去也没意思啊，是吧？但我还是经常会回来的呀。经常会回来。爷爷奶奶在家，我经常都会回来看他们。我们在那也住的挺近的。那今天就感谢咱重庆本地的美女招待喽。啊，就是啊。火锅也吃了哈。感谢啊。欢迎你们下次再来重庆吃火锅。一定要来。就又来了。好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在重庆合川三庙镇有这么一处地质奇观，一块大石头压在一块小石头之上，千百年来经历风吹雨打，它依然纹丝不动，哪怕是8级的汶川大地震都没能给它震下来。当地人称它为斗牛石。关于斗牛石有一个神奇的传说，在远古时代，天上一头神牛下凡人间，来到此地，不断的去糟蹋百姓的庄稼，搞得百姓苦不堪言。村里一个小伙叫做秦朗，为了降服神牛啊，孤身一人拿着绳索上山套牛，经历重重困难啊，殊死搏斗，终于降服了神牛，把神牛拴在了山上的一棵树上。这个神牛不断的挣扎，绳索呢就被越勒越紧，它的脖子被勒得越来越细。神牛情急之下呢，就化作了一坨石头，这就是斗牛石。上边呢就是当年的那头牛，下边呢可能就是当时拴牛的那个木桩。下边这个石头比较小，它是连着山体的，但是上边这个石头呢，它是完全分开的。这个地方拴着一根红绳，而且这边是可以透光过去的，可能寓意当年拴牛的那一根绳子。这个斗牛石的高度超过4米，宽度也超过4米，有没有10吨重？大家从这个角度看，像不像一只握紧的拳头？很像啊。在这个大石头的腰部，也就是攥拳头的地方，开凿有一个神龛，神龛的坐向是坐东向西，神龛内供奉着3位神仙，都是度了今生的。这个石头风化非常的严重，这个上边都是这样的龟裂纹，看去呢就像乌龟的背部一样。
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，这个石头呢，在山顶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神奇，就像是人为放上来的一样。看一下大石头和小石头的接触位置都是有明显的缝隙的。那么所以说，证明这上边的这个大石头，它是跟下边的小石头分开的。这个上边刻有非常多的字，这一位叫曾永红，这里有个叫周富志，这里有一个叫左文新，非常多的字。这里还有一个罗涛，这边有一个王娟，这边有一个向瑞还是什么字。整个石头的下方被来游玩的人刻了很多的字在上边。在这个大石头的顶部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圆孔，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原来就有的。这一处斗牛石呢是粉砂岩，粉砂岩是由粉砂碎屑组成，它是一种沉积岩。这个上边看着不明显，我们看下边这个小石头，从下边到上边，它的颜色越来越浅，这个分层也是非常的明显。粉砂岩是沉积岩的一种，一般都形成于河流湖泊，但是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，这个地方是在山顶，它是如何形成这样的呢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亿万年前，这个地方是有河的，我们所站的位置呢，也是被河水淹没，可能在某一天涨了巨大的洪水，这个河水的冲击力就把这个大石头不断的向前翻滚，向前冲着走，正好冲到这个山顶呢，被这个小石头卡在了上面，河流的冲击力不足以把它带走，所以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就裸露出来，形成现在的这个地质奇观。其实呢，在斗牛石的不远处就有一个湖，这个湖叫白鹤湖。每当傍晚时分，一群白鹤就在湖面飞来飞去的鸣叫，鹤鸣如歌，所以原来这一带叫鹤鸣镇。后来鹤鸣镇修了3座庙，文庙、年清祠、财神庙，人们纷纷到庙里烧香拜佛，所以鹤鸣镇又因香火旺盛而闻名远近。后来人们习惯把鹤鸣镇叫三庙镇。最后呢，跟大家交代一下来这里的路线，导航重庆合川区斗牛石呢，就能够来到这个山脚，走这样的步梯，大概10多分钟呢，就可以来到斗牛石的位置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